大家好，我是雾修。很多人刚开始做 AI 呢，第一反应就是我要不要买 Mac 啊，要不要买4090、5090啊，要不要上服务器，我要不要一步到位直接把钱包送走？但是我这几年的感受呢 ，AI 入门不一定上来就要买高配机器，很多时候你真正需要的是一台 AI 设备，不是一个算力怪兽啊，而是一个能24小时在线、低功耗、能跑稳服务的一个小服务器。那么今天呢，我就讲一下这个1230块钱的一个小破盒啊，在我家呢是这个都干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更适合做 AI 项目的第一块基础设施。事情呢要从2022年开始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就将在这一场俄乌大战，完全就是一边。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6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遗体。A simple prompt like write a summa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这个机器的大小呢，我觉得还是蛮小巧的，这跟手机比，跟鼠标，咱把键盘也放上，看一下，就是比手机还小一点。打开风扇，声音也很小，旁边有很多散热孔，后面呢是4个网口，都是2.5G 的，那么前面呢有电源开关、HDMI 接口，还有2个 USB 2.0。现在我把机器拆开给大家看看，看看里面的结构。这个呢是我自己后装的 SATA 口的 SSD， 单条8G 的 DDR4 内存。这个呢是自带的120G 的 SSD， 整个机器里面是没有风扇的，都是被动散热，主要靠这个机箱导热。你看那个硅胶好像有点干了，就一个铜片连着机箱顶部。现在我把它再拼上，刚才顺带把硅胶给换了。全部接上，往这儿一放，也不占地儿。这个 BIOS 里面可以看见是2400的内存。启动一下，装的是 Ubuntu 的 22.04，看一下内存使用呢6个多 G， 硬盘，再看一下 CPU 的参数，这个 CPU 就不要去跑分了，没什么意义，主要就是低功耗，看一下 Docker， 我这里面 Docker 运行的实例还蛮多的。再看一下我们日常的，这是 Hermes 爱马仕，右边是所有的历史对话，可以通过这儿看我的飞书啊、微信啊都已经配好了。这是我日常经常用的一些模型，日志什么的。再看一下 OpenCloud 小龙虾，我们让它查
查一下当前的系统占用。现在用的是百链的Coding Plane， 响应速度呢好像不如 API 直接来得快，但还可以。当前的内存使用率磁盘等等，性能是完全够用的。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监控的数据和日志所以我这个机器上同时安装了 Hermes 和 OpenCloud，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冲突还挺好。同时呢还装了 DeFi 我们通过后台可以配置好API 这是阿里的 API 里面的模型比较多也可以接本局域网里面的OLLAMA 可以添加像 Abedin RunRack 这种模型。DeepSeek 是我现在的主力模型也配置好了也可以用这个 LM Studio 那么配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新建自己的工作流通过工作流呢，我们可以来创建自己的 agent 比如这个地方呢，我们是本地知识库的问答，我们自己挂载了一个本地知识库，然后呢用那个 DeepSeek Flash 的模型就可以来做智能问答的 agent。 然后这里呢 Deep Search 呢是用DeepSeek 再加上那个Watali 的 API每个月好像是1000次的免费调用吧，基本上够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个智能的深度搜索的 agent。 这两个 agent 呢就很容易就做完了这是我们自己创建的本地知识库另外呢像 ConfigUI 还有其他的一些组件都可以在 DeFi 的后台安装这3个应用我都装在一个系统里还有第4个呢就是常用的这个蒲公英蒲公英的作用主要是VPN 嘛，就是我们连好蒲公英以后我们自己获得一个私有的这个地址获得私有地址呢，然后我们在笔记本上，比如说我们连接自己的手机热点，然后呢连上蒲公英这样你在外面呢，比如说在咖啡厅或者是在外面办公的时候你都可以通过蒲公英这个私有地址来访问我们刚才这台小机器。同样的Hermes 也是能够直接直连并且使用。那么还有呢这个 DeFi 刚才我们创建的应用对吧通过这个私有地址在户外也可以来使用，这样就很方便。我们的机器呢就变成一个24小时一直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了。它的功耗呢只有10瓦这个是动不动就几百瓦的主力机肯定要强得多，既省电又功耗又小，发热也不高，又安静我觉得性价比非常好那远比 Mac Mini 还有动不动就大几千的这个机器可能要更划算吧。今天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其实玩 AI 吧并不是上来我们就要去堆硬件对吧，其实有这种小的工控机也好，忍路由也好哪怕说性能低一点但是呢是足够现在我们去使用的。我们先把 AI 这些软件先用，后面有条件我们自己有算力，我们再说去做更复杂的事情。其实入门呢这样就足够了，把这个经验分享给预算比较有限的朋友们。好，今天就先这样，下期再见。